这次讲我选的第二段冷切经。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更为我说因界入生灭，彼无有我，谁生谁灭？愚夫者依于生灭，不觉苦尽，不识涅槃。因界入就是五蕴18界12处，五蕴也翻译为五阴，12处也翻译为12入，所以因界入就是蕴界处。整个翻译一下，大慧菩萨说：世尊，希望您为我说一下蕴界处的生灭情况。如果说无我，那么是谁在生灭？凡于不能正确认识诸法生灭，不求苦尽，不识涅槃。苦尽就是把苦灭掉。佛言：善哉，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大慧白佛言：唯然受教。世尊说：问得好，我现在就为你解说。大慧菩萨说：唯然受教。唯然的意思就是好的，可以，是地位辈分低的人对地位辈分高的人的应答。佛告大慧：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，能变兴造一切趣生，譬如继而变现诸趣，离我所。这段主要讲如来藏。之前讲如来藏啊，咱们都是讲如来藏是心性真如，是无为法，这个是如来藏最核心的含义。除了核心的无为法的含义之外呢，如来藏它也有有为法的含义。有为法含义的如来藏指的就是清净的不受染污的阿赖耶识。咱们看这个图，左边是佛的状态，第八阿赖耶识完全是清净的。因为清净赖耶完满的实现了如来藏，所以可以方便的称为如来藏。右边是众生的状态，有一个杂染的阿赖耶识，或者说杂染的如来藏，也叫藏识。注意咱们这里对如来藏的用法已经不是它最根本的意思了。如来藏最根本的含义指的是上面这个圈儿，是心识的本性。楞伽经这里把如来藏跟第八识混到一起说，清净的第八识就是如来藏。这种讲法呢有它的方便之处，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，就是有点混淆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，对如来藏的无为法真如的这层意思啊，表达的就不是很清楚，以至于引起后世的很多误解。咱们现在学当然不会有误解了，我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。我再重复一遍如来藏的含义。如来藏最根本的意思是指无为法，就是上面这个圈儿。如来藏也可以方便的指清净的第八阿赖耶识，然后染污的如来藏就叫藏识。咱们下面讲的这一段楞伽经啊，使用的就是这个图。翻译一下这段，佛告诉大慧说，如来藏啊是一切善法与不善法的原因，一切的六趣众生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，就好像继儿，继儿就是演员呢，如来藏就好像演员，演员能演出各种角色，这些角色都是假的。如来藏能变现出世间诸法，这些世间诸法六趣众生也都是假的。所谓的我和外法其实都是不存在的。不觉彼故，三缘和方便而生，外道不觉，即如作者。外道凡夫不懂诸实，是由三缘和而生的。这里的三缘指的是根境业，根是眼根耳根这些，境是外境，业是业力种子。诸实的升起啊，都要以这些东西作为因缘才能升起，而外道不懂这个道理，忘记有作者，有第一因。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，名为十藏，生无明住地与70具。十藏就是藏识，整个翻译一下就是，由于被无始以来的种种虚妄分别习气所熏，如来藏既有藏识之名，就是染污的如来藏就是藏识。藏识与前七识是一同存在的，而这前七识能升起无明住地的现行。解释一下无明住地。无明住地是五住地中的一种，五住地就是五种杂染法，把一切杂染法分成5类，因为杂染法能令众生著着生死，所以叫做五住地。五住地分别是一切见住地、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有爱住地、无明住地。
其中前4个是比较浅的杂染，是小乘的声闻缘觉所断的。第5个是深层的根本的杂染，是只有佛才能彻底断尽。然后前4个还可以分成2组，一个是三界之中的见惑，见惑就是知见上的错误，就是不明白小乘四谛的道理，具体包括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，这个印度佛教史都讲过了。这一组呢就只有一个一切见住地，另一组呢是三界之中的修惑。修惑呀，就是不是知见上的错误，而是自己情感上行动上的问题，比如贪嗔傲慢这些。这一组包含3个：欲爱诸地、色爱诸地、有爱诸地，分别对应欲界的修惑、色界的修惑和无色界的修惑。这个修惑呀，根据3界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。比如说贪，你在欲界贪的就是饮食男女，到了色界粗重的欲望就都没有了，但是你还是有贪。色界为什么叫色界？就是因为色界有色法，还是有外在的物质现象，还是有身体，你对这些色法呀还是会产生贪。到了无色界，连色法都没有了，但你还是有我呀，你对自我依然有一个贪恋。所以3界每一界的贪都是不同的，每一界的修惑都是有差别的，所以修惑要按照3界分成3种。这是解释一下无明住地，继续往下看。如海浪深，长生不断，离无常过，离于我论，自性无垢，毕竟清净。整个8识就如同大海，前7识是海浪波涛汹涌，第8识是海水无间而持续，无间就是没有间断。8识虽然运动变化不息，但8识的体性，也就是心性真如是没有无常的过失的。就说心性真如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没有我法二执的，是自性无垢，毕竟清净的。其诸余识有生有灭，亦一识等念念有期，因不实妄想取诸境界，种种行处即着名相。前7识刹那生灭不停的变化，前7识的升起呀，首先以虚妄分别习气种子为因，然后以相识，也就是所谓的外境为缘而升起。有了能认识和所认识，就有了认识结果。认识结果这块，楞伽经主要讲名和相。名是名字概念，相是表象相状。比如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你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记忆，你在禅定中体验到的境界，这些都是相。不觉自心所现色相，不觉苦乐，不至解脱。前7识面对外境细着名相，认识不到所谓的外境无非都是自心所现，不能觉了苦乐本无体性，因而不得解脱之道。这句话呀，针对的就是小乘之人，他们就认为苦是真苦，乐是真乐，所以小乘的人就要修离苦，最后获得寂静涅槃。而大乘佛教就知道所谓的苦乐无非都是自心所现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所以就不会纠结于这个东西，而是去修真正重要的佛的智慧，证得心性真如。名相诸禅，贪生生贪，名相产生贪欲，贪欲产生名相，二者相互为缘，辗转不息，就是认知影响情感，情感影响认知。若因若攀缘，彼诸受根灭，次第不生。除自心妄想，不知苦乐，入灭受想正受第4禅，善真谛解脱，修行者作解脱想。如果眼耳鼻舌身意6根不起作用的话，那眼耳鼻舌身意6识因为缺少助缘，所以也不起作用。此时心中的妄想仿佛是没有了，也没有苦乐的认知了。比如进入灭受想正受，正受就是禅定，灭受想正受就是灭受想定，也就是灭尽定，或进入4禅的无想定。进入到灭尽定和无想定这2种禅定状态的人呢，会有一种身心俱灭、诸念不起的感觉。外道的修行者认为此时自己已经解脱了，这种观念呢明显是不对的。咱们印度佛教史里一再强调，光靠禅定是解脱不了的，你自己在那儿静一会儿管什么用啊？不离不转名如来藏10藏，
其实流转不灭，所以者何？彼因攀缘诸识生故。如果藏识未转变成如来藏的话，藏识指的就是杂染的如来藏，藏识未转变成如来藏，就说杂染还没有去掉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杂染的前期识并没有真的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期识升起是以藏识为原因的，藏识没有清净，那么前期识是不可能清净的。这段就讲，你让前期识不起作用，那不叫成佛。你要把心中的杂染去掉，把藏识转成如来藏，才算成佛。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，不觉无我，自共相摄受，生因界入。就说藏识转变成如来藏这种修行不是小乘之人能够掌握的。他们只知道人无我，想尽办法的把我给断掉，却认为如来藏所转出的运出界之自相共相为实有。解释一下自相共相。自相就是事物自己的相貌，共相是事物间共通的相貌。比如你面前放着两个苹果，如果你单个看的话，这个苹果长这样，那个苹果长那样，此时你看到的就是每个苹果的自相。但如果你把这俩苹果放到一块看，你会说这俩都是苹果，这俩都是红色的。苹果红色，这就是共相。无论是自相共相，都是内心的虚妄分别。这一段就讲小乘外道错误的修行方法。见如来藏无法自性，人法无我则灭。这段以及接下来几段是讲大乘菩萨的正确修行的。当大乘菩萨内观无法三自性，诸法无我时，如来藏就可以获得寂静。这句话就说大乘菩萨正确的修法是观无法三自性，诸法无我。三自性就是依他起遍计值圆成实，这个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下面解释一下无法。无法就是名相分别正智如。名和相就是你的认识结果，你脑子里实际发生的这个错误认识。分别就是能产生名相的那个东西，包括杂染的第八识、见识跟相识。因为杂染的第八识、见识、相识它们缺一不可，分工合作，最终产生了虚妄名相，所以他们都与凡夫的错误认识脱不了干系。正智是成佛之后的清净八识，到时候你就具备了能正确认识诸法实相的正智了。如就是心性真如，也就是你最后所认识到的诸法实相。第四谛相续转进，于外道见不能轻动，是名住菩萨不动地，得识三昧道门乐。于菩萨修行的诸地上渐次的相续的一步一步的来修，外道意见就不会动摇你了，这样就能安住于不动地，就能获得10种三昧道门乐。三昧就是禅定，10种三昧道门乐就是菩萨的10种禅定之乐，具体就不细说了。咱们主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不动地。不动地是菩萨修行的第8谛，这就涉及到菩萨修行的阶位了，具体下次课再讲。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辅导，观看我的全部视频，赞助你希望我讲的课程，可以访问我的网站。先休息一下。